看到约炮对象太丑，找理由离开并封锁对方，这还好啊。因为你觉得这是通俗达理的事情，再合理不过了。我讲出你的心声了。有一次，你真的要讲吗？不会有人讨厌你。好不管，可以讲。跟前男友出国，早上趁他在睡觉的时候，跑去饭店楼下的健身房约炮。你看是谁？这不能讲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。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最鸡掰的故事。多鸡掰，就是有些事情你可能做，就觉得自己很想要这么做，但是你后来去思考之后，就觉得我这样做是好的吗？或者就是已经做完之后发现，怎么大家都那么不爽我？对，这件事情我就想拿出来讲。然后像企鹅，我本身就是个性已经够鸡掰，这倒是真的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些，然后最后再分享网友最奇葩的故事给大家听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可以说吗？哪个？不过我本身就没有什么朋友，应该可以讲。就是我有时候心血来潮，然后就会想要约朋友可能吃饭之类的。有一次我就跟你聊天，我不是说你在哪里？你说你到家了，然后我这时候就心血来潮，想要约你来吃饭或者来我家之类的。你就说去人家吃饭好像不错，可是我已经到家了，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你约过来的那种心情。可我不会理你啊。有那次还回我，哪一次？我忘记。你就回我说我已经到家了，好想去，我忘记我说了什么，你也想来，然后我就心里已经满足了。哦，就如果我真的说我要来的话，你就说，可是我不想要。我不会这么坏，我会说好啊，我在家里等你，就是比较冷淡。可是如果你说你不来，我就心里很爽这样。你干嘛那个表情？我不懂。你不会吗？我不会啊，为什么我要这样？享受那个过程，就像有时候你可能计划出去玩，去哪里玩之类，你就会觉得计划这件事情很美好。可是当你要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烦，为什么要去？那种感觉，不会吗？这我还说我很奇葩啊！你这种行为会让我翻白眼。可是你来我也是开心，但是我不会就不会真的想要我来这样。也不是这样讲，但是我不想要你来，我是真的想要你来才会讲。所以重点是你喜欢钓鱼这个过程，那不管有没有钓到都无所谓。你的话还好，可是如果是杰西的话，我会更开心。杰西或多拉，有一次挑拨离间。有一次我就密杰西他们，我们有个小群组讲话，然后我说杰西我家有好吃的东西，你要不要来？然后他就很心动，因为他也算是个吃货之类的。然后我就不了了之，不想理他了。那不就钓鱼吗？可是感觉就很爽啊！对，你就是喜欢钓鱼，你很适合去钓虾场。我不喜欢浪费时间，我喜欢现钓现烤。如果他没上钩，你也没差。享受他那种感觉，就是想去又不能去之类的。因为我在约的时候可能都半夜。对方的那种，你刚才是破音。对，我就是喜欢半夜约之类的那种感觉，心血来潮。但是我真的约你们，你真的要来啊？我下次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是要讲我以前一个前室友的故事。反正他原本是一个很好朋友，我认识很久，然后后来搬上台北之后一起住。那因为他本身收入不高，所以我就会 cover 他很多，我就帮他付很多钱，所以就可能请他吃饭啊，帮他付水电这样。对，然后久而久之之后，那时候我刚好就交了我前男友，日本那个前男友。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，因为他前男友是学生，就变成我也必须要帮他 cover 他。你要 cover 好多人哦。然后后来想说，不对，我的收入一直要 cover 2个人，我干嘛养2个人？对啊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跟我那个前室友讲说，那个因为现在我要 cover 我前男友那个部分，所以你可能就要自己付你自己的钱。然后他就走心。对，然后他就开始走心，然后四处跟我们身边共同所有朋友讲说，我凹他的钱，我骗他的钱，然后我都逼他付我跟我前男友的钱。好难听哦。四处讲。然后我身边所有朋友跑来跟我讲说，你为什么要凹他？人家收入都不高，你还凹人家的钱？可是收入不高是他自己。是不是？但我已经 cover 他这么多了，他都没跟任何人讲，然后他就开始跟别人讲说什么我凹他付水电啊，让他多付钱啊。对啊，收入不高是他自己的缺点。我只觉得说我帮你付这一部分，那后来我没帮你付，那也是很理所当然。假狼假告。后来反正就跟他闹翻了，就想到这人到底这样算鸡掰吗？他很鸡掰啊！你不觉得如果是你朋友这样，你不会觉得很鸡掰？我觉得这叫北兰。这不是一样，不一样吧？北兰跟鸡掰又是一线之隔。有了。一说牛排很难吃，他就会再给我1份。那是你，那是 OK。偏偏 OK， 一线之隔呢。因为北兰感觉就是更不好的，像我这鸡掰的感觉就是在闹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们的鸡掰故事好了。我们最厉害的网友们，我来先念一个。看到约炮对象太丑，找理由离开并封锁对方。这还好啊。因为你觉得这是通俗达理的事情，再合理不过了。我讲出你的心声了。好，我先有一次，你真的要讲吗？不会有人讨厌你。
好不管，反正就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是因为交友软体真的会有很多照片，那个人就是拿了一张还不错的照片，他也传了他下面照片给我看，然后想好像不错。这次我还记得看到他住新店，超远，然后我就一路骑摩托车杀到新店去，然后后来杀到那边之后，我就在路边，我就坐在我的摩托车上面等他出来，半夜也没什么人。隔没多久之后呢，他就说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看到奇怪怎么有找不到人，就是我没看到什么人，然后有一个人走过来靠近我的时候，想到就是一个阿伯，后来发现是他，我就突然脸就突然垮掉，然后垮掉之后，我就想到好基于礼貌，就还是先赶进去家里面。那进家里面就坐在一边，他就开始问说那你有习惯什么比较敏感的地方什么什么？然后我在回他的时候脸都很臭，就这样没有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说那我们要开始就先洗澡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点困，我要回家睡觉了，再见。可以啦，我觉得你还是有，可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好脸色看。没办法，他自己先骗你。但我回家之后我还是把他封锁。他骗你在先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那种跑掉或是旁边偷看就跑掉的那种人，我不会，还是要有礼貌，还要我有一点良心。就真的是这样抱一下，然后空抱没有就这样抱一下。那等一下你要去哪里？等一下你要去新埔站，我可以送你过去呀。府中不错，我知道怎么去，然后跟你讲公车路线怎么搭，然后就把你再送走了。我这样也是很有礼貌吧？也算很有礼貌啊。可以讲跟前男友出国，早上趁他在睡觉的时候，跑去饭店楼下的健身房约炮。可是他们那时候是在一起的。这不是击败故事，是破。可以把这个人名放在这边吗？你看是谁？这不能讲。我再问你好不好？把自己当女王，朋友当贱婢使唤，这个贱吗？贱婢是怎样？对啊，给我去提一桶水来，帮我擦脚，帮我修指甲，喂我吃水果，是这样？到底有多 N 可以跟我讲吗？但我觉得这还好，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。对啊，我是不会把别人当贱婢啊。需要朋友的时候就会赖他，他就一定要出现；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想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。这有点急。你会吧？我会吗？你要不会，你不会，你只有在做爱的时候都会不见。谁许你多嘴？到底有谁做的时候会一直看手机？对啊，我觉得合理啦，很合理啊，合理啊。同事跟我说要吃麦当劳薯条吃，我说好啊，把整包薯条倒在垃圾桶，叫他自己捡来吃。这是鸡掰吗？这已经是侮辱人了耶！跑出主题了吧？后母的故事，是后母才会这样吗？听讲你今仔隔壁来弯刀，你就爱听我的话，来去吃粪色汤内底薯条，而且一定要讲国台语交叉使用。下一个，第一次摸到网友的屌，跟他说，咦，这种可爱的语气，只有这样哦。他说他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超失礼，这个很鸡掰。他完全戳到我的点。海中可爱，咦，只有这样哦，这个蛮好像真的是鸡掰的，就是超鸡掰。你看到大屌不会说好可爱哦，对不对？骗大叔约炮之后，先叫他汇旅馆钱给我，之后直接大封锁他，可以联络到的我都封锁了。这是多拉吧？对耶，对耶，可是多拉应该是不会封锁吧？他会很挺扛的再骗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哦。第一次说我睡着了，那个钱我没收到，你是汇错账户。这鸡掰是不是？这比更鸡掰哎！多拉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对呀，明明没有，还被我们整个人室友的东西。多拉会杀死我。对呀，多拉怎么可以这样？对多拉真的呀，不行。对呀，我们都只有头。不行，对呀，多拉不行哦。他讲说第一次被寄生，然后还被泼脏水，无力反驳。对呀，他家在留言说我没有这样。国小避旅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饭店某个角落的灯打爆了。然后打电话给柜台人员说：“那个我们一进来的时候，那个灯就爆了。”这个不会，我就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小时候怕出事，然后怕出事付钱什么的。对，因为小时候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有能力可以去负责。你干嘛？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，也是那种国小毕业旅行饭店的故事。那时候国小就去毕业旅行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就住了一间4星级的饭店吧。然后后来住到饭店之后，就跑去上大号这样。然后一上之后，我就觉得就上一条很惊为天人的长度，就超级厉害这样。我来猜猜看，后来故事的发生走向，好像海龟汤哦。结果后来你冲不掉，然后你叫我给最后进去厕所的人。不是，但冲不掉是正确的。你继续讲。然后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第一个进厕所，就想要怎么办，我不敢出去，然后我就完全不晓得该怎么办。然
然后后来我就一个情急之下，我就想办法就用东西把那个咖啡把它捞垃圾桶里面丢着。那时候国小6年级，然后丢了之后，隔天很臭哎、然后丢了之后，我想很怕人家看到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盖下去我就拿了一堆卫生纸把它盖在上面，然后盖完之后我就若无其事这样走出去。那隔天嘛，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就同学是其他同学们讲说，有一种在厕所怎么那么臭了，一种大便我就找不到大便在哪，因为一直都不知道大便为什么会冒出来。然后我还在旁边附和讲说，对耶，我有闻到，好臭，好奇怪啊。你这故事很重，可以耶，你好厉害哦、真是很厉害。因为一般人来说我击败故事可能是我在电梯的时候就是放屁，然后交给其他人对。你这是大招哎、这个也还算蛮鸡掰的吧，就是东西都没有。这是超级白的。我觉得我就在那们今天在场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赢你耶，你什么趁男友在睡觉的时候去楼下约炮都没有赢你。对，那个好像都还好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啊。他怎么办？我没形象啊？其他我觉得太不道德就不想念了。不道德是怎样？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乱丢保特瓶，结果砸到路人，立刻低头玩手机中没事。蛮好笑。真的假的？但我觉得很好笑。可是我觉得不道德耶，不可以讲哎，大家不要学哦。然后最后一位网友他说最击败故事是活着，这样人生是充满鸡掰。我觉得好像真的蛮睡觉击败一，睡醒凌晨，干击败。他人生有多厌世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击败的故事。你们有觉得哪个故事最击败呢？我个人就觉得你一定第一名了啊！然后我第一名哦，你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形象突破你。全毁耶！我每上你节目，我形象就是毁怎掉。么办？我很多网友开始讨厌我。不会吧？喜欢你会更喜欢你，因为我你他们这一集很真完之后会在下面又在讲说，又刷新我3观。你们人生多无趣，要一直被重新刷3观。我的脑袋的小宇宙爆炸了。好了，希望你们节目喜欢，帮我分享给你朋友。然后这边记得左上角会有 James 的 IG，啊，记得用它，快破1万了。拜拜。